你是否能够想象，在如今的世界仍然存在着原始人，他们已经保持了原始的状态近6万年。6万年来，他们没有完成进化的过程，以至于如今没有人敢去到他们生活的地方。追本溯源，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500万年的时间。500万年前，随着第一个人类的诞生，这个原本只有动物、植物的星球开始增添了新的生机。进化论认为，人类的祖先是猿类，从原来的匍匐爬行到现在的直立行走，从原来的猿类外貌到现在的人的形态，从原来的简单打猎到现在做着高科技的工作。漫长的进化中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挑战。在大自然的适者生存的原则逼迫之下，我们只有不停的进化，才能在大自然中立足。原始社会，我们都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。奴隶社会，我们也曾经经历过无数的压迫。封建社会，我们也曾经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辉煌。现代社会，我们有着美好的明天和未来。我们或许无法猜测未来的模样，但我们知道如何为清清楚楚的现在而奋斗。漫长的进化过程中，我们改变了很多，不仅仅只限于形态，更有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角度、方法。如今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，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，成为了一个整体。在全球大环境之下，几乎任何人都不能独立存活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仍然有一群特殊的人，他们不与外界交流，甚至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。出于研究的需要，科学家们曾经对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做出详细的调查，但这次调查的收获却远远超出了科学家们的想象。在这个神秘的安达曼群岛中，竟然发现了一群原始人。他们位于印度管控下的北森提奈岛、北哨兵岛。说他们是原始人，并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。根据观察，他们确实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时期。这群生活在阿曼达群岛上的北哨兵岛的原始人，名叫森提奈人。据统计，他们已经有6万年没有进化了。在如今的社会中，他们依旧生活得十分简单。对于现在的社会的发展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具，他们一无所知。森提奈人生活的哨兵岛的面积为59.67平方千米，按照现在的计量方法来算，这也算是一个面积适中的岛屿了。岛上的森提奈人的人数大约在20到500人左右。因为哨兵岛的情况十分特殊，他们并不敢贸然上岛，所以对于岛屿上的一切情况，他们也都仅只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。因为森提奈人生活在哨兵岛上，所以人们又将他们称之为哨兵人。专家们猜测，这些哨兵人早在6万年以前就已经在哨兵岛上居住和生活了。根据观察，这些哨兵人还停留在石器时代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使用的工具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石器或者木质工具。因为尚未进化成功，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时期，甚至与现在人的思想相差甚远。在发现了这个特殊的哨兵人种族之后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对此有着极大的兴趣。在原始人的野蛮面前，现代人手无寸铁，根本难以抵抗。或许是因为哨兵人的排外情绪，或许是他们误解了尝试登岛的现代人，或许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总之，科学家很难有接近他们的机会。哨兵人的现状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对旅游的需求也逐渐增强。对于很多热衷旅游的人来说，旅行的过程就是探险的过程。他们不喜欢千篇一律的自然景色，相反，他们对未知保持着极高的热情。而原始社会的人就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对于旅游宣传来说，这
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卖点，因此很多现代人考虑将哨兵岛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。岛上优美的自然风光，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的血统，旅游收入一定相当可观。然而，这样打造旅游景点的想法还是成为了一个泡影，被现代人暂时搁置了。每当人们尝试与岛上的居民进行沟通的时候，他们总会做出武力对抗的姿势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会十分警觉，这让双方的沟通无法进行下去，甚至有很多尝试登岛的现代人受到哨兵人的攻击。在1956年的时候，这座传说中生活着原始人的哨兵岛就被永远封存起来。从此之后，几乎没有一个现代人敢于靠近。对于做出封禁哨兵岛决策的印度政府来说，他们有着多方面的考虑。尽管哨兵人是原始人，他们已经6万年没有进化，这在现代社会十分特殊，但他们仍然是人类，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。封禁了他们生活的岛屿，这是对他们生活的尊重，也是对他们原始社会、原始生活的保护。在那个封闭的自然岛屿之上，他们可以不受外界环境的侵扰，继续过着自己的农耕生活，延续自己最原始的生活方式。在纷纷扰扰的现代社会中，甚至有无数现代人向往这样简单而平静的生活。这样特殊的生活，我们不能因为一己私欲而打破它。生活在岛上的居民对外界的人并不友好，他们甚至会使用武力强行阻止外界人的进入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我们强行登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只能是两败俱伤。和平与发展是现代世界的主题，战斗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同时，原始人的思想尚未进化，我们也必须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。相互尊重，互不侵扰，这是我们目前最合适的相处方式。大自然的所有进化都有自己的道理。6万年没有进化的哨兵人，在现代社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，但冥冥之中或许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。